而我们在和其他的怪物战斗的时候，如果攻击到了这个生物，我们还会获得一个漂浮的效果，不停的掉下去，然后飞起来，掉下去，飞起来，底下的怪物根本没有办法还手。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从来不清村的小包。今天不生存啊，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强大的数据包。这个数据包允许我们在 MC 里面制作一个雷神之锤啊，而且这个雷神之锤有超多变态的能力。我们想要召唤这个雷神之锤的话，先要跑到外轴的高度超过200格的地方才可以。OK，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高度超过地面200格的位置啊，要在这里完成我们召唤雷神之锤的仪式。首先，我们这个仪式需要在铁针上进行，然后需要的材料里面有16个钻石块，还有1组的皮革，再加上一个下界之心。我们需要将这些材料全部丢到这个铁针的顶上。这个时候，我们身上还需要添加一个等级达到50级的经验值才可以。当我们条件全部达成之后，靠近这个铁针啊，这个雷神之锤的召唤仪式就会开始了。哇，观众朋友们，刚刚那个特效简直闪瞎我的24K 钛合金狗眼。那现在这个雷神之锤就已经做好了，不过有一点可惜的就是我们在靠近这个雷神之锤的时候，左下角会弹出一个提示，说我们没有资格拿起这个雷神之锤。想要拿起这个锤子的话，我们需要完成几个特殊的任务。第一个任务是我们需要击败一只凋零，第二个任务是要击败一只远古守卫者，第三个任务是直接要我们击败一只末影龙啊，非常的困难。然后我们身上必须还有一个鞘师才可以啊，所以我不在生存模式下进行啊，不然的话前奏就太长了。这个时候我们切回生存模式啊，走到这个锤子旁边，当当当当啊，这个锤子就会出现在我们手上了，我们就可以拥有雷神的能力了。首先第一个能力是我们的普通攻击有非常高的击退效果，并且攻击的伤害也不低。然后我们右键蓄力的话啊，可以把这个雷神之锤抬起来啊，并把它丢出去，变成一个远程的武器，可以对敌人发起远程攻击，并且在稍微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飞回我们自己的手上。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啊，小包，你这个技能也太弱了吧，这不就和3超级差不多吗？哎，小了，格局小了。作为一个雷神之锤啊，它肯定是有很多其他的能力的。我们在蹲下来右键的时候，可以更改这个雷神之锤当前的能力，它的能力可以选择的种类特别多啊。第一个能力连锁闪电，可以对目标附近的生物造成连锁伤害，就是一个小范围的 AoE 技能。第二个能力闪电冲击，可以对目标附近造成引雷的效果，不过有15秒的冷却时间，可以把这些怪物打回原形。下面一个能力是闪电跳跃，非常的好用。你们看那边有一座高山，然后我们对着那边蓄力松手啊，就会被这个雷神之锤带着飞到那边去。这也是雷神的电影里面雷神经常使用的一个招数。而我们在和其他的怪物战斗的时候，如果攻击到了这个生物，我们还会获得一个漂浮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连续的在天上不停的发起攻击啊，不停的掉下去，然后飞起来，掉下去，飞起来，底下的怪物根本没有办法还手。你看这个铁傀儡，我打它连一动都不带动的啊，非常的拉垮。然后下面的能力是一个可以召唤暴风的能力，这个能力也很酷炫，然后有一个30秒的冷却时间。我们蓄力之后可以往前吹出一个龙卷风，把底下的怪物全部都吹到天上去，然后掉下来受到一个掉落伤害。哇，观众朋友们，一次可以解决掉这么多怪物，觉得爽的小伙伴可以在弹幕上扣一个爽。然后是他的最后一个能力，一个山岳的摧毁者啊，不过这个山是无辜的，它长得好好的，我们给它破坏了太可惜了。啊，这边有没人住的房子，我们直接对房子实验就行了。稍微蓄力一小段时间啊，对着房子松开右键，这个锤子就会被直接丢出去，在目标砸出一个超大的坑啊，整个房子直接消失的干干净净，连一块木板都没有留下，全部变成了掉落物啊，非常的爽。以后村子里要是有什么拆迁活动的话，可以找我，我给你们打8折啊！村庄英雄就是这么大气，好吧？然后由于这个雷神之锤它非常的重啊，除了像我这样的村庄英雄，没有人可以把它拔起来，所以在它掉落下去的时候，会对碰到的生物造成秒杀伤害，不管底下这个生物的血量有多少，非常的变态。然后这个数据包里面除了雷神之锤，还有另外一个武器，就是美国队长的盾牌。要制作这个盾牌，我们需要先放一个发射器，然后放一个铁块，在中间放一个钻石块，在这个发射器的顶上再放一个铁锭啊，先制作出一个制作台。然后在身上有50点经验值的情况下，在这个制作台里面放下这样子的物品啊，松手之后，这个美国队长的盾牌就制作出来了啊。这个盾牌其实也非常好用了，相比于那个雷神之锤更加轻便，使用起来也更加简单。首先就是右键可以当武器投掷出去，并且可以在敌人之间进行弹射啊。不过这个弹射的速度太快了，所以就像 AoE 一样。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副手的话，会有一些别的能力。首先它可以像盾牌一样挡伤害，并且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会被弹开一小段距离。然后小白的弓箭也可以被反弹回去。我们甚至连苦力怕的爆炸伤害都可以反弹然后反弹回去一个更大的爆炸效果，可以让我们非常快捷的进行一些挖矿之类的操作。村民知道之后非常的开心，还把家里这些装备送给我当做奖励，这些村民实在是太好了。然后这个盾牌和雷神之锤也有一个联动，就是别人用锤子砸我的盾牌的时候会有一个特殊的效果不过我现在只有一个人，所以试验不了最后的话是一个生存方面的用途，它可以用来代替落地水就是不管我们从多高的地方摔下来，如果摔在了丢在地上的盾牌上面的话，我们都不会受到掉落伤害。OK， 那么我是小包，点赞过1万保持日更。以上是这个数据包的名称，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